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打了赛偏偏。终于迎来了瑞克莫蒂第4季的第10集，也就是本季最终集。第4季即将落下帷幕，第5季尚且遥遥无期，咱们且看且珍惜。好的，本集内容非常精彩，阔别1季的老朋友鸟人和坏女人小米终于回归，星际联邦卷土重来，老白在死亡现场徘徊，一场大战即将上演。话不多说，让我们进入正题。经历过上集的盖亚星球冒险，老白一家人多少都有一些心理障碍。淑芬提出去王医生的诊所进行一次轻松愉快的家庭诊疗，富贵为此还准备了一个心理治疗布偶。没看过前几集动画的观众老爷们可能对这个王医生有些陌生，还不知道他的惊人战绩。在第3季第3集中，老白为了逃避王医生的心理咨询，甚至把自己变成了一根黄瓜，可惜还是没能逃过一劫。他以黄瓜形态被押送到诊所后，被王医生一波有理有据的论述，活生生受到自闭。在王医生面前，老白就是个孤僻又不负责任的倔老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王医生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让老白吃瘪后还健在的地球人。所以老白一听到王医生的大名，直接吓倒原地分解。但小黄对自己的外公知根知底，一笔道破玄机。老白只是使用了隐身腰带隐去了身形，富贵手比脑子快，闪电出手直击要害。He grazed him. That's gonna hurt in like 10 seconds. Thanks, Morty. 老白为了报复出卖自己的小黄，将小黄心心念念的隐身腰带交给了小花，成功分散了众人的注意力，自己则趁乱躲进了车库。Garage, family therapy mode. 老白自以为这套防御设施固若金汤，没想到车库里早就有人恭候多时了。没错，眼前这位朋克少女竟然也是淑芬。在第3季第9集中，淑芬经历了一系列事件，意识到自己其实和老白非常相像，身体里都流淌着疯狂的血液，是陪伴家人还是遵循本能去太空冒险？淑芬一时间陷入了迷茫，她询问老白自己该怎么做，而老白则表示小孩子才能选择，大人全都要，自己可以制造一个淑芬的克隆体，由克隆体代替她陪伴家人，而这样的淑芬就可以畅游宇宙，释放天性，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淑芬看着家人们的照片陷入沉思，然后说了一句我知道该怎么办了，故事随即戛然而止。这件事在粉丝间引发了巨大争议，克隆派和非克隆派吵得不可开交，这下终于等来了官方的盖棺定论。老白当年确实克隆了淑芬，他让其中一个淑芬留在家里陪伴家人，而另一个则彻底解放天性，走上了老白年轻时的老路，化身令人闻风丧胆的反叛军首领，处处和妄图统治宇宙的新星际联邦对着干。没错，第3季第1集被老白摧毁的联邦政府，在坏女人小米的领导下死灰复燃。给没看过前3季的朋友说一下小米的前史。第1季第11集，老白小黄在家里搞派对，老白最好的朋友鸟人认识了小花的高中同学小米。第2季第10集，鸟人和小米结婚，还请老白一家去参加婚礼，结果小米居然是星际联邦的卧底，联邦警察包围婚礼，杀了很多老白的朋友。第3季第1集的彩蛋，虽然星际联邦被毁，但是小米还活着，鸟人也被改造成了凤凰男。科普结束。原本老白和淑芬父女两人天各一方，各有各的精彩。没想到某次淑芬进行身体扫描时，无意中在自己的脖子里发现了一台迷之装置。淑芬身边的蹩脚科学家一拍脑门，认定这是个炸弹。淑芬只是老白的一颗弃子，只要他回到地球接近那个克隆淑芬，炸弹就会爆炸。淑芬鬼使神差的信了科学家的话，于是放下反攻联盟的事业，回到地球向老白兴师问罪。为了区分，接下来我们就叫他朋克淑芬。朋克淑芬二话不说就和老白打成一团，招招毙命，直奔要害。而老白则处处留情，竟然被亲闺女逼上绝路，眼看着就要身首异处。关键时刻，地球淑芬的敲门声打断了朋克淑芬的攻势。经过一番扫描，朋克淑芬发现地球淑芬的脖子里居然也有一枚一模一样的装置，而老白平白无故挨了顿揍，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赶紧向朋克淑芬解释，这台设备压根不是什么炸弹，它的功能只有一个，那就是传输记忆。一旦朋克淑芬在外面也够了，收心了，想回来继续居家过日子了，这台设备就能把地球淑芬这段时间的记忆全部同步给朋克淑芬，而地球淑芬这个克隆体就会被溶解，从此消失。那么问题来了，克隆淑芬拥有淑芬的全部记忆，她就不是淑芬了吗？没有活着的权利了吗？淑芬什么时候能站起来？气抖了。先别急着下论断，咱们接着往下看。小刘小花拿到了隐身腰带，满脑子都是大胆的想法，偷偷潜入猛男同学的房间，如饿虎扑食，畅快呼吸着猛男的气息，偷窥猛男的日记。没想到螳螂捕蝉，小黄紧随其后，他凭借热成像目镜捕捉到了小花的身影，将隐身腰带夺走。 What are you doing in my house? Did I wander that far from my console? They should put a warning on these things. 拿到腰带的小黄也同样践行着自己大胆的想法，在女更衣室里闲庭信步。这都4季过去了，姐弟俩还保持着第一趣味，我都不得不夸他们一句不忘初心。姐弟俩为了腰带打得不可开交，一艘飞船突然从天而降，原来星际联邦四处寻找朋克淑芬的下落，一路跟踪来到了地球。可没想到联邦士兵们外强中干，看到小黄身边悬空的灭火器，就把他脑补成了超能力者。 We're just looking for your mother. You can't, like, stop our hearts, can you? I can. Okay, we surrender. 朋克淑芬和老白待在一起，自然没有性命之余，而另一个淑芬还被蒙在鼓里，正和富贵在王医生的诊所里接受治疗，浑然不知危险已经悄悄逼近。一声炮响，坏女人小米闪亮登场。没错，她就是联邦小队的首领。小米误把淑芬当成了朋克淑芬，上来就是一记重脚出击，就连富贵都惨遭暴打。Hey, we've been over this. All I do is say hey. 太惨了，我宁愿揍富贵的人是我。还好老白及时赶到，这个老白最害怕的地方早就被他偷偷装了声控机关，比如喊一声医生说的对，都是我不好，王医生所在的位置就火了起来。打仗小米后，老白带着大家逃之夭夭（括弧不包括王医生）。
逃亡途中，淑芬也看见了坐在另一艘飞船里的朋克淑芬，质问老白为啥要克隆自己。这回老白又拿出了另一套说辞，他说当年淑芬拒绝了克隆，但老白却转念一想，要是有个在宇宙称王称霸的女儿，那不是很酷吗？于是老白就克隆了一个淑芬，并让她随心所欲畅游宇宙，所以朋克淑芬才是克隆体。为了防止朋克淑芬找回来，老白还在她的脖子里植入了一枚炸弹。然而淑芬早就对老白的说辞累觉不弃，强行让非常迫降。两位淑芬终于成功会师，并同时质问老白克隆的真相。好在小米带兵及时赶到，打破了僵局，将两个淑芬全都带到了联邦母舰之上。照理来说，老白才是这个宇宙最危险的人，甚至亲手摧毁了上一届联邦政府。小米为啥不抓他呢？原来联邦政府痛定思痛，早就对老白进行了研究。早年间老白也曾带头反抗强权，可如今的老白早就看破红尘，是个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根本不在乎谁是宇宙主宰。只要把老白一个人扔在这儿，就不会对新联邦造成半点威胁。他们这套理论倒是说得通，只可惜他们忘了一件事，那就是老白无比珍视自己的家人，尤其是女儿淑芬，而且他也并非孤军奋战。 Just go with it, Jerry. Everybody, drop your guns, except for Jerry. You made me go to a wedding. 小美被老白亲手击毙，结束了罪恶的一生。但联邦母舰的主炮已经启动，面对母舰强大的火力，地球即将毁于一旦，两个女儿也危在旦夕。老白不得已，只好再做一回救世主。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就算是老白，恐怕也要陷入苦战。Oh, am I not a non-threat now? 眼前的敌人是解决了，但飞船的内部防御必然固若金汤。 You'll be heroes. 行，那密码锁你都打不开吧？ Morty, open the left one. I've got the right. She died the way she lived, over-serialized. 总而言之，一行人轻松混进了联邦母舰。众人决定分头行动，老白孤身营救淑芬们，而小黄和小花则负责炸掉母舰。至于富贵，富贵负责嘘嘘。懒驴上木屎尿多，本来就没啥用的富贵，这回不负众望的又成了团队的累赘。事到临头，突然想尿尿，又不好意思随地小便，众人只好把饮食腰带借给了他。 Oh God, I knew it. This floor isn't level. 小黄和小花顺利找到了控制室，意外发现威格牛仔裤是母舰的赞助商，所以母舰的主炮射线无法毁灭威格牛仔裤。于是小黄负责引开守卫，小花趁机把小黄的威格牛仔裤扔进主炮，瞬间导致主炮瘫痪。另一边，我们的老朋友鸟人终于归来，然而此时的鸟人已经被星际联邦洗脑，全身都被机械化，化身凤凰男，脑子里只有对小米的深深爱意。听说老白杀了小米，他当场暴走，和老白打成一团。 面对宇宙中唯一的朋友，老白并没有启用杀人性武器，反观凤凰男那边则招招毙命。老白使出浑身解数自保，心脏防护罩、纳米防护网都被凤凰男一一击破。最终老白被打得肠穿肚烂，好在两个淑芬成功脱狱，及时赶来救场。但他们哪里是前血肉战线成员的对手，3下5除2就被撂倒。关键时刻，一个你们绝对意想不到的人闪亮登场。富贵依靠隐身，在小米的尸体身后来了一段人体木偶戏，迎来了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Let me give you some of this sweet ass. 富贵必要的演出成功吸引了凤凰男的注意，淑芬趁机关掉他的电源开关，危机总算是解除了。老白带着家人们回到地球，兴致勃勃地拿出了记忆提取枪。原来老白把自己克隆淑芬的记忆都提取了出来，难怪这一路上老白一直顾左右而言他是真的分不清哪个淑芬才是克隆体，而克隆的真相就藏在这段记忆里。然而两位淑芬都不在乎谁是克隆，因为他们只想继续过自己的生活。而小黄和小花也乐于拥有2个超酷的母亲。至于富贵，富贵的意见不重要。 家人们依次离开，只留老白独自待在车库里。他打开了被封存的记忆，真相终于揭晓。原来当年淑芬并没有做出选择，而是把选择权交给了父亲老白。老白不想去干涉女儿的人生，但也希望女儿能够过上她想要的生活。最终老白还是克隆了淑芬，却将2者的位置随机调换。对老白而言，无论是原型还是克隆体，2个淑芬都是他的宝贝女儿。为了不偏袒任何一个女儿，他将自己这段记忆提取了出来。 Holy shit, I'm a terrible father. It's like it's just you and me, buddy. All right, we'll give you a little more time. 第4季的故事就此落下帷幕，心疼老白，让我们擦干眼泪，继续找彩蛋。或许是因为本集是第4季最终集，彩蛋那有一个秘籍。首先是本集标题 Star Morty Return of the Jerry， 对应 Star Wars Return of the Jedi， 也就是《星球大战》的第6部《绝地武士归来》。片中人气反派黑武士达特维达强制洗白，用生命救下自己一双儿女。而本集老白也为了2个女儿舍生忘死，险些在凤凰男手底下领了便当。本集发生在外星母舰的故事线，从兵分2路破坏母舰到最终决战，都和《绝地武士归来》一一对应。后面出现的星际联邦飞船，除了造型不太像以外，其战略作用、复杂的内部结构，就连主炮射线发射的方式，都像极了《星球大战》中帝国军的大杀器死星。朋克淑芬率领的反抗军中人才辈出，人员选拔也不拘一格，其中不乏老白好友史瓜切的同族，甚至连星际联邦的虫族都混迹其中。另外从外形上看，朋克淑芬的手下清一色都是女性。地球淑芬提出要去看心理医生时，富贵在沉迷于手工无法自拔。他制作的是一种名叫心理治疗玩偶的道具。不过有一说一，心理学界还真的有一套玩偶疗法，不过这种疗法一般只适用于儿童。不愧是富贵，也只能在这个年龄段混了。
而覆盖在袜子上遮的眼镜也大有来头。这种会动的塑料片有自己的名字，叫 Googly Eyes， 在欧美国家非常流行。父女俩大打出手，各自扔出了一颗精灵球，此处明显是在恶搞日本神级 IP 精灵宝可梦。书芬扔出的是普通红色精灵球，算是最初级的经典款，而老白的球居然是蓝色的。印象中潜水球和超级球确实是以蓝色为底，但纯蓝色的我还真没见过，大概是恶搞自古红蓝出 CP。小皇冠隐身的小花叫 Predator 掠夺者，此处是在致敬科幻大 IP 铁血战士。铁血战士的英文名原本就叫 Predator， 他们人如其名，是宇宙中最可怕的掠夺者。在武装的牙齿的高科技装备加持下，就连异形都是他们狩猎的对象。其实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他们的隐身装置和热成像目镜。老白带着朋克淑芬转战一家名叫 Shoney's 的快餐店，这家店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第3季第1集，星际联邦为了获得长德箱图纸，就曾在老白的大脑里重构了 Shoney's 快餐店。第4季第8集，正在路边的2位警察，他们手里的杯子也印有这家店的 logo。在快餐店的电视上，我们还可以看到索尼的植入广告，就算是动画展植入的常规操作，除了改几个字母外，还要把苹果的 logo 换成菠萝啊，麦当劳的 M 上下颠倒变成 W 啊，放个硬币在这按着投币啊。其实除了 Shoney's 之外，还有另一家快餐店也强势植入了广告，那就是号称全美第3大快餐连锁集团的 Wendy's。为了控制住狂躁的朋克淑芬，老白提出请他们俩去吃 Wendy's。该品牌正是这部动画的合作伙伴之一，主创们还专门为他出过一段30秒的广告。小黄和姐姐小花联手解决了小米，两人从姐弟到隐身人，再到共同协作，在本集中的形象和作用发生了巨大转变。小黄把他们的形象转变比作公民凯恩。公民凯恩讲述暴野大王查尔斯·福士特·凯恩在不同人眼里的一生，被称为影史最伟大的电影之一。但凡里有学新闻或者影视的同学举下手，专业课老师肯定逼你们看过这部电影。二人先说自己就像是卢克和莱雅，这2位角色均出自星球大战的天行者家族，他们原本是兄妹，却因故分开，一个被异军同盟的领袖收养，另一个则在普通农夫家里长大。他俩在不知道对方身份时曾经接过吻，也一度成为同人作品里的骨灰模范。小花发现这个比喻有问题，小黄立刻改口，管他们叫韩塞尔和格雷特。这对姐弟则出自格林童话《糖果屋》。在原著中，这对姐弟曾经做过一些说出来就不能过审的事，真是3句话不离骨科。建议大家把亲情变质打在弹幕里。小花用小美的尸体解锁大门，却误把视网膜解锁当成了面部解锁。What am I doing wrong? 这个桥段是在致敬《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小花用小黄的威格牛仔裤让主炮瘫痪。威格是一个源于美国西部的品牌，和李维斯、李并列美国3大牛仔品牌，悠久的历史能追溯到1904年。据说2战时还接过美军军服的订单，果然超耐磨。2个淑芬成功脱狱，一路上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彼此间多了几分欣赏和默契，甚至提议联手演绎出天生一对。贴着一对是一部爱情喜剧，讲述2个被分开的孪生姐妹偶然重聚，决定调换身份过对方的生活。没准第5季2个淑芬真的会上演出互换身份的故事，咱们拭目以待吧。老白和凤凰男展开激战，处处留守，却被打到长城独烂，生死关头还不忘说俏皮话。We're nowhere near Venice, and you're not a dwarf in a raincoat. 他说的威尼斯和川渝的矮子都出自电影《威尼斯幽魂》。这部上映于1973年的悬疑恐怖片，讲述一对夫妇因女儿溺水身亡，一直沉浸在悲痛当中，甚至经常看到女儿的幻象，一个穿着红色雨衣的矮小身影。最后男主发现，那个穿红雨衣的矮子其实是个变态杀手。老白口中穿雨衣的小矮子，说的就是片中的红雨衣杀手。据说当年《威尼斯幽魂》上映后，一度引起轰动，红雨衣杀手的形象深入人心，以至于红色雨衣大量滞销。老白用记忆抽取枪将关于克隆淑芬的记忆抽出，并储存在红色晶体管中。记忆抽取枪最早出现在第3季第8集，晶体管的颜色代表不同类型的记忆，红色一般都是让老白不敢回首的记忆。看来克隆女儿确实对老白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一切都尘埃落定，富贵本该将隐身腰带还给老白，却不知道哪根筋搭错，把腰带扔进了垃圾桶，导致收垃圾的卡车当场隐形。富贵一看就来劲了，驾驶隐形卡车走上了惩恶扬善之路。第一个目标就是路边的皮条客，这位倒霉老哥怎么看都很像 B 级片影星丹尼特利霍，他曾经是昆汀的御用配角，在《绝命毒师》里也有出彩表现。富贵的隐形卡车渐行渐远，我们看到路边有一位牵着狗的男子，他就是瑞克莫蒂的制作人 G 迈克尔蒙德尔。这位制作人凭借《辛普森一家》和瑞克和莫蒂4次获得艾美奖，可惜的是去年9月孟德尔在家中意外离世，享年54岁。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制作人，瑞克和莫蒂第4季的第1集和最后1集都出现了他的动画形象。人们常说作品是创作者生命的延续，或许 G 迈克尔蒙德尔也会在瑞克和莫蒂的事业里继续他精彩的人生。惊心动魄的冒险结束了，2个淑芬分别认识了另一个自己，也变相满足了过上不同人生的愿望，不需要老白封存的克隆真相。小黄和小花得到了双倍的母爱，对老白的所作所为嗤之以鼻，就连富贵都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久别重逢的老友对老白也只剩下杀意，老白需要有人来肯定他存在的意义，结果却是谁都不再需要他了。当然，淑芬将人生的选择权交给了老白，可老白做出了不是选择的选择。也许所有父母都有这种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子女勇敢追梦，一方面又希望孩子永远陪着自己。我们以往对老白的印象是全宇宙最聪明的顶级科学家，
知晓平行宇宙的存在后，变得生活心灰意冷，信奉虚无主义，认为万事万物皆无意义。就连小米都吐槽老白，就算他们把这个维度搞得一团糟，老白也还是能穿越到另一个维度，就像第1季第6集里一样，鸠占鹊巢，重新开始一段生活。然而通过克隆淑芬事件，我们发现老白对每一个淑芬都倾注着相同的爱意。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老白装的对任何一个维度的家人们都漠不关心，还亲手把 C 137宇宙搞成了柯南伯格怪物横行的末世？实际上他对每一个维度的家人们都抱着同等的爱意，他比任何人都更加珍惜亲情，所以才会尽最大努力将有可能威胁到家人的事物扼杀在摇篮里。看到一切却又放不下一切，也许老白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注定要独自承受巨大的孤独。于是老白伸向房门的手犹豫了。他和鸟人一样，都需要时间。可能当他从迷茫和无助中走出来，这扇通往家庭的大门将再度打开。只希望那一天能来得更快一点。虽然有些不舍，但瑞克莫蒂暂时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按惯例，第5季最快也得再等2年。好在这部神作常看常新，大家想念着爷孙俩的时候，不妨随便挑一集细细回味，一定会有新的感受。总而言之，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陪伴，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